高价8星酒店顶楼给女神装逼，他却让你待在门口给他当看门狗，气得你一个电话甩给酒店高层，并表示拒绝支付一切相关费用。而接到消息的经理直接惊掉下来，要知道你可是江城人人皆知的绝世大舔狗，李宗恒来了都要感叹一句甘拜下风。程小少爷，如果您取消了预定，100万的定金我们是不退的，建议您还是和刘小姐商量一下。她好像对此并不知情。你冷笑一声，我做个小小的决定，需要跟一个女人商量吗？原来你意外穿越成了一本小白文里的舔狗男配，虽然是顶尖富二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却对绿茶女主死心塌地言听计从。为了追求女主败光了家族几百亿资产不说，结果男主一个笑容就把女主勾走，两人联合把原主搞到家破人亡。虽然原主幡然醒悟，拿着刀想去嘎了男主，结果被身怀系统的男主陷害到牢底坐穿。想到这些，你深吸了口气，这么说吧，是他刘雨薇要办的同学聚会，想要钱找刘雨薇去。说完你看都没看他一眼就离开了。酒店经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顶尖食材都送过来了，交响乐团也请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岂是说撤销就能撤销的？我记得那张签订的单子上写的全是刘雨薇的名字吧？而刘雨薇怎么也没想到，当时为了装大头，在所有合同账单上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你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的表情。熟悉剧情的你，对于刘雨薇为什么不让自己跟着参加同学聚会心知肚明。就在几天前，刘雨薇认识了刚来到江城打拼的男主昊天，他对昊天一见倾心，在咖啡店畅聊了一个晚上。这次的同学聚会也是他主动要求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机会和昊天相处。男主昊天拥有神级投资系统，赚钱能力惊人，还获得了不少超能力，但你一点都不慌，因为你也有系统，而且还凌驾于所有系统之上。昊天的投资系统不过是个弟弟罢了，你笃定一定把男主打得嘎嘎叫爹。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刘雨薇这个绿茶婊的麻烦。不久后，你回到了蓝山别墅区，刚下车，沈婉宁便诧异地走了出来。少爷，你不是陪着刘小姐参加同学聚会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看到这女人后顿时眼前一亮，心跳都停了半拍。怪不得后期男主昊天在见到她后就展开疯狂追求，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到，原主放着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要，真是猪油蒙了心。你无所谓的笑道，这种可笑的聚会不去也罢，我父亲身体怎样了？听到这话，沈婉宁神色愈发诧异。要知道以前的你从来就不会问老爷子的病情，还恨不得他快点去死，早点继承家产，然后尽情的给刘雨薇挥霍，情况不容乐观，可能熬不过今晚了。沈婉宁伤心的说道。你神色焦急，马不停蹄的进入了别墅。对于这位便宜父亲，你还是很敬佩与同情的。白手起家没有任何背景，打下了几百亿资产的程宇集团，一辈子劳心劳力，没有一天时间休息。你心里哪怕对程老爷子没有太多感情，但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也应该陪着他。可到半夜，程老爷子还是死了。尽管别墅里配备了国内外最顶级的医生与医疗设备，但仍旧无力回天。你坐在病床前，死死地握住了程老爷子冰冷的手，悲痛的沉声说道：父亲，你放心的去吧，我一定会带着程宇集团再创巅峰，成为世界顶尖的一流企业，绝不会让你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埋没了。沈婉宁在旁听到这些话，悄悄地抹眼泪，同时心底也颇感欣慰。少爷，老爷子在我家人病重的时候曾帮忙度过危机，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之后的时间我定会全力辅佐你。这是老爷子临终前的遗嘱，待会儿律师就会过来公证，天亮之前会将所有的财产转到你的名下，今后您就是真正的董事长了。你神色不喜不悲头也不抬地说道，看着办就行，毕竟你对沈婉宁很是放心，这女人不仅能力优秀，而且绝对忠诚。面对男主的诸多诱惑，从未动摇过立场，甚至最后被威逼利诱，也宁愿远走他乡，都绝不对程家做出落井下石的事。另一边，凯旋大酒店空中花园之上，喝得面颊绯红的刘雨薇此时的目光全放在了一个名叫昊天的男人身上，身边的闺蜜同学们也都喝得迷糊，纷纷恭维着她。刘雨薇命好，能嫁给年轻富二代，多少人都求不来的福气，说包场就包场，还有国际乐团来演奏，不亚于一场明星级别的宴会。我们这一届最有出息的就是刘同学了，别人拍马都追不上。刘雨薇听得笑意盈盈，心里无比的受用。大学时期，她父亲不过是一个包工头，远远没有现在富裕，此时在同学们面前狠狠地露了一次脸，可以说极大的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别听新闻乱说，我和他八字还没一撇呢，谁要嫁给他呀？我只是将他当做哥哥，家里和他有点生意往来而已。至于订婚，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向他解释清楚，我对他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刘雨薇亲吻了一口红酒，目光柔柔地看向了前方的昊天，好像是在向昊天解释清楚一样，生怕他误会什么。昊天轻轻点头，接着话题说道，现在的媒体就喜欢胡编乱造，都什么年代了，婚姻讲究自由平等，父母之命不能当真。刘雨薇听到这话神色一喜，这昊天果然是也对自己有意思。当下两人一拍即合，立即凑在一起交谈。见此，其他同学也不敢多说什么，纷纷改口附和着。酒过3巡，同学们散场，快要各自回去的时候，凯旋酒店经理笑容满面地走上前，刘小姐，该结一下尾款了。这句话一出，原本嬉笑连连的空中花园顿时安静了下来。30几位同学都瞪着眼睛，一脸懵逼地看着刘雨薇，他们的心底满是疑问，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那富二代已经付钱了吗？刘雨薇脸色从红润到铁青，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敢来找我要账？瞪大你的狗眼，看看你们酒店的账户，百川肯定已经将钱打进去了。刘雨薇尴尬与恼怒升腾而起，她感觉自己的脸在同学们面前算是都给丢尽了。酒店经理陪笑，刘小姐，在您进入酒店之后，百川大少亲口和我说，这次的账单他并不打算支付，费用将由您这位签字的给。你说什么？刘雨薇脸在刹那间变了颜色，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周围的同学们也是被吓到都不敢说话。那这几千万的账单 A 下来，每个人至少要给差不多100万，很多人都是普通家庭，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他们脚步开始后退，开始考虑怎么脱身离开。就连那几个闺蜜也是紧张不已，没有了先前那种怡然自得的享受姿态。刘雨薇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程百川竟然敢不付账，他反了天了，谁给他的胆子？我不信他会变
变得这么自私，他敢这么做，不怕我再也不理他了吗？刘雨薇感觉自己气到要爆炸，从小就是被娇生惯养长大，哪里受过这种气，直接拿出手机给你打了过去。喂，谁让你不付酒店尾款的？那点小钱你也在意？你还是不是人啊？你不马上交钱，今后你别想再和我说话。刘雨薇义正言辞地说完，也不等你回话，立即就挂断了。他相信，当你感觉自己生气后，肯定屁颠的把账给结清。刘雨薇信誓旦旦地对酒店经理打包票，你放心吧，3分钟内尾款绝对会打到你们的账上，我刘雨薇岂会赖你们这点钱？刘雨薇高傲地仰着头，以往他每次用这招都无往不利，你总会很快满足他的要求。他笃定事后你定会像条狗一样又哭着求他原谅，他都已经能想象到那种画面了。一旁的昊天也心疼极了，认识这样不守信的人真是刘小姐的悲哀。他第一眼看见刘雨薇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拿下她，毕竟他觉醒了投资系统，小小的成家又算得了什么？昊天的话完全说到了他心坎上。刘雨薇借机邀请昊天一起去玩，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约定这几日去江城各处游玩。而一旁的酒店经理的脸完全黑了下来，因为直到现在尾款还未到账。这时候大家都懂了，你是玩真的。看来程大少是真生气了，破天荒第一次拒绝未婚妻，希望不要让我 AA 啊，我可负担不起。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卖了我都 AA 不起100万。但敏感的刘雨薇很容易就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顿时面色青白交加。但因为昊天在旁边，脸上只出现了细微的变化。随后沉着脸说道：“谁说我付不起钱的？等我打个电话。”他走到一边打通了父亲的电话，一开口便直接道：“爸爸，打3000万到我卡里，不要问拿来干嘛。什么程百川，我不认识他。程老爷子死了关我什么事？那丧礼我才不去呢。好了，别说了，我这几天有事要忙。刘家现在也是小有资产，这几年依靠着从程宇集团吸血，10几亿家产还是有的。很快，刘雨薇面沉如水的付了尾款，看着自己账户余额变成5位数，她也很是肉疼。等她付完钱，转过头发现同学们和闺蜜早就跑光了，不由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她暗暗发誓，如果你不付出大代价讨好自己，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蓝山别墅区会客厅内，一群政界商界的大佬面色古怪的看着你，你手里拿着刚被挂断的电话，眼眸中怒火隐隐燃烧。刘雨薇毫不遮掩且霸道的声音被客厅里众多大佬所听到，完全不给你留一点情面。这未婚妻也未免太无理了一些。程老爷子死了，他连问都不问，开口就要钱，连回话的机会都不给。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趁早打死算了。这个程百川是怎么看上他的？为这样的女人值得吗？在我看来是好事。经络万物生，有他这样的继承人，何愁程宇集团不等？他们的私语都被和尚诵读的超度经声掩盖，但你却能从他们的神态看出在聊些什么。你面色不变。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响动，检测到宿主的未婚妻与天命之子接触，您现在有如下3种选择。你顿时神色一喜，这系统还真是深得我心。你毫不犹豫选择了3，与刘雨薇断绝任何关系，并且让刘家身败名裂。就算系统不说，你也会这么做，但你还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根据原著剧情来看，老爷子的丧礼刘雨薇并没有出现，而是去与男主昊天私会游玩，而你只需要派人跟踪他们，拍下2人并肩而行的照片，再以此为理由向外界公布，就能堂堂正正的解除婚约。到石家公丧礼，未来儿媳不来披麻戴孝，反而去与男子幽会，足以让他身败名裂。你心底盘算着，逐渐有了计划。至于整垮刘家，让他们破产，就更容易了。熟悉剧情的你对刘家的所作所为了然于胸，完全没有困难。此刻你的眼里，整个蓝山别墅的地理景象全都变成了微型缩图，映入眼帘，各种颜色的气象幻化成流沙漂浮在虚空中。蓝山别墅的风水是当年周老爷子花了大价钱请名师布置，也算小有玄意，但在你的眼里却是微不足道，因为你有1万种方法将别墅变成顶尖的风水大阵，这就是神级风水秘术的强悍之处。可以说整个世界在风水造诣上没人比得过你，就算是拥有系统的天命之子也不行。你让沈婉宁耳朵凑近，然后小声的交代着什么。沈婉宁从刚开始的皱眉到疑惑不解，然后喜笑颜开，连连点头。很快，刘雨薇的父母也来到殡仪馆，看到这2人，沈婉宁神情又变得生人勿近了起来，因为刘父刘母脸上竟空露出了止不住的笑容。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参加喜宴的，他们进来前就被一堆社会精英名流阿谀奉承，而眼前的这些人，在几年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在他们女儿与你交往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刘家父母神色倨傲，轻轻地对着众人点头，话都不屑说，便前往灵堂上香。2人还假装悲痛，安慰了你一会后就说道：“南街商业区的那个项目最近被卡了很久，你待会找时间处理一下。很多想和程家合作的经销商听到这话很不服气，刘家的报价比市场价高，材料比他们的还差，而这样无良的商家却还屡次因为你的关系竞选成功。从前刘雨薇只要在你耳边说一声，程宇集团就像送钱一样选择刘家合作，众人都以为这次商业街项目又要花落刘家了。而现在的你却连头都没抬一下，只是沉声说道：今天我父亲丧礼，不想谈公事，以后再说。刘母顿时就不爽了，雨薇能嫁给你是你的福分，你别给脸不要脸。这时沈婉宁走了过来，刘雨薇她没来百川都没说什么，你在这出什么声？你立马把这女人给辞了，我不想雨薇嫁给你之后还要看见她。刘母颐指气使，完全不给你一点面子。灵堂前的吵闹顿时吸引住了其他来吊唁的人，其中有不弱于程家的大佬，是江城的其余3大巨头。看着这一幕，康老、董老、陈老皆是对刘家不屑的一笑，看向你时也流露出惋惜之色。康老感慨，拼搏一生，最怕的就是被这种子孙败尽家财，真替老程憋屈。陈老满脸无奈，我与老程关系不错，在他死后本想帮一帮，但现在看来他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有这样的亲家，10个程宇集团都不够败的。场中不仅仅是其他大佬对你嗤之以鼻，就连程宇集团的一些老人高层也是对你这位继承人失望透顶。他们知道刘家之所以敢这么嚣张，都是因为你惯出来的，然而他们不知道你早就改变了。你原本不想在今天生事，但在刘母针对沈婉宁之时，心中火气再也藏不住。你豁然站起身，目光直视着刘母，眼中仿佛藏着万把利剑，直透人心。你想让我今天就处理是吧？好。
我如你的愿，少东。你呼叫成宇集团的项目管理人。很快，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汉子满脸懵逼地站了出来。董事长，我在。你清冷地开口，立即通知集团上下，关于商业区的项目，禁止所有与刘家有关的公司参与，并且所有与刘家公司的合作项目全都中断停止，另选合作商。少东脑子宕机了一下，嘴巴张得很大，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要知道，自从你认识刘宇威以来，凡是成宇集团的项目都被你给刘家开了绿灯。你淡淡的目光看向他，怎么？有问题？少东一个机灵，立即绷直了身体，满脸激动的大声说道：“没问题，保证完成董事长交代的任务。”少东激动的差点哭出来。这些年眼看着刘家趴在集团身上吸血，却无能为力的感受，在今日终于得到释放。同时，整个殡仪馆会场也因为你突然的决定陷入了瞠目结舌当中，所有社会名流都停止了闲聊，刘父刘母更是心跳停了半拍，他们脸上得意的表情凝固，嘴唇微颤。你的变化出乎了两人的意料，以至于两人久久都难以组织语言。不一会儿，刘母感觉自己的肝突然疼痛无比，伸出手指颤抖的指着你：“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么做的后果，你想清楚再说。”刘福脸色难看，百川，这么多人看着，你别给我在这里胡闹！你走上前一步，直视着两人，眼底充满了冷漠。谁在胡闹？敢在我父亲面前威胁我，想要让我辞掉沈婉宁，就凭你们也配？我的耐心有限，这里不欢迎你们。识相点就给我滚出灵堂，否则我不介意让人请你们滚。轰！整个殡仪馆瞬间像被煮沸了的开水，殡仪馆内的上百人议论纷纷，交头接耳。这还是闻名江城的舔狗城大少吗？我不会认错人了吧？我怀疑我耳朵出问题了。他竟一点面子都不给刘家。天啊，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我曾经见过他在刘雨薇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与如今的他判若两人。现在的他看起来有一点帅啊，像是小说中的霸道总裁。妈的，就应该这样，真解气，可不是吗？堂堂百亿集团太子，怎么能让两个败类欺负？说得好，一个依靠成宇集团才有钱赚的小公司，也敢对东家指手画脚，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早就看着刘家父母不顺眼，背靠着成家鼻孔都要上天了。这下好了，成大少硬气起来了。四周看热闹的名流权贵，皆是将目光聚集到了刘父刘母身上，眼中充满了玩味与嘲笑，像是看着小丑一样。刘父气到双目喷火，你敢这么跟长辈说话，真是不知礼数，目无尊卑，真不知道雨薇怎么看上你的。刘母快哭了，我女儿一直都对你不满，要不是我在背后给你说好话，她怎么可能和你订婚？没想到你现在成为董事长了就翻脸不认人了。等回去我就将今天的事情告诉她，但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我们磕头道歉，这件事还有回转的余地。两人知道你最在乎的就是刘雨薇，气急败坏之下也是将女儿摆出来逼迫你下跪道歉。如果是以前的你肯定会犹豫，但现在你只是朝着身边的保镖使了个眼神。四个彪形大汉立即逼近刘家父母，眼看着就要动手。刘父顿时吓得满脸慌张，他恨恨地瞪了一眼你，急忙拉着刘母往外走。好你个程百川，你最好不要来求雨薇，这件事不会这么就算了。两人低着头狼狈地离开了殡仪馆，而在殡仪馆内，你脸上则是充满了歉意，让各位看笑话了。陈老一脸笑意，后生可畏，我刚刚还等着你将沈婉宁辞掉，然后我光明正大的抢人呢。你开玩笑道，陈老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想要沈婉宁这辈子都没机会的。而沈婉宁也是正主，已经为了自己与刘家翻脸，他心中感动的情绪难以表述，便觉得这些年为程家做的努力都值了。就在这时，一些听到消息的材料商、厂家等也纷纷打电话向刘家催债。像刘家这种大公司现金流很少，基本都是干完项目才会结清余款，因此压了很多材料商的烂账。而现在成宇集团中断与刘家的合约，像风一样传遍江城，没有了金字招牌，这些材料商都怕刘家结不清账，所有的合作商全都一股脑的开始上门要钱。刘父脸色铁青，看着不停响动的手机，显然心底也有点发慌，他干脆装死直接关机，眼不见心不烦。但刘母的手机就遭殃了，从殡仪馆到回家的路一直响个不停。等轿车快到家时，就见到别墅门口停了许多辆豪车，那些合作商动作极快，消息刚刚传出，他们将路口给堵得水泄不通了。刘父急忙让司机掉头往酒店开去。进入了酒店后，两人都意识到了成宇集团真将项目中断的后果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刘母已经有点心虚，我们应该没有玩过火吧？百川那小子总不会这么小气。刘父也有点紧张，也怪今天女儿不在，如果他也跟着一起去吊唁，他怎么敢这么说话？刘母点点头，随即就拨通了刘雨薇的电话。女儿啊，你知不知道程百川对我们做了什么？刘母像是受尽了委屈一样，添油加醋的将你所做的事情说了一遍，将自己两人说的要多屈辱有多屈辱，而把你说的像十恶不赦的魔鬼。女儿，你记住，如果这几天他向你道歉，一定不要轻易答应他，得把他带到我们面前，让他跪下，才能洗刷我们家今日的耻辱。迪士尼游乐园内，刚刚挂掉电话的刘雨薇脸色阴沉，但在看到正帮自己买冰淇淋的昊天时又恢复笑容。买好冰淇淋的昊天敏锐地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雨薇，你有心事？没有，一点小事而已，有什么麻烦尽管和我说，我的能力比你想象中的还强。昊天你真厉害，明天我们去虞山玩。刘雨薇甜甜地笑着与昊天并肩而行。游玩途中，昊天也暗示了刘雨薇江城的陈家有求于自己，所以完全不用怕程家，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四面八方的暗处，正有一台隐形相机对准了两人。第二天，程老爷子的棺椁就被送拉到江城郊区外的虞山风景地。虞山历史悠久，是来江城游玩的必经之地，能在这里买到一块好墓地，除了有钱之外，还必须要有关系有背景，而程老爷子却手段通天，提前
前买好了。此刻你站在山顶上，眼中出现微光，余山所有地脉风水如一条条丝线般闪烁在瞳孔中。你看得出山顶这个墓地只能算得上一般般，并不是最好，事关自己的硬币福运，后代兴旺，绝不能马虎。你略微皱眉问跟在身边的沈婉宁，这个墓穴是找谁选的？沈婉宁如实说道，是让董家帮忙，请一位名叫昊天的先生来看的。少爷，有什么问题吗？昊天，你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光，声音微微一沉，你没想到男主速度这么快就攀附上了陈家。昊天为了能顺利在江城扎下根，肯定用了80%的实力看风水，不过在你看来，对方的风水秘术也不过如此。昊天选的这个墓地最多也就是几，你淡淡的说道，这个墓地一般般，不配花这么高的价钱买下。学术不精也出来误人，回头你告诉陈老，他遇人不淑，今后少与昊天来往，让人将手上的活都停下。我需要一点时间重新挑选墓地，不会耽误入土的时间。在你的眼中，余山山脉某处竟藏有万缕玄异气流凝聚成一条幼小的麒麟意象体，只要稍加修改调整，就有踏千山入万地之势。沈婉宁的身体一顿，不可思议地看着你，平日里不学无术的少女，在暗地里难道还偷偷地学过风水？沈婉宁来到程家5年，看到你的时候，你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花天酒地，那时他还对你嗤之以鼻，如今看来是目光短浅了。从昨天你突然一改往常的行事风格，就能看出你哪里是酒囊饭桶，反而是一个扮猪吃虎有智谋的人。沈婉宁不再多问，对你擅自修改葬地的决定也没有提出疑惑，在他看来这是程家自己的事，哪怕你把老爷子暴尸荒野，自己这个管家也没权利。你来到了麒麟葬地，让人清理了一些杂物，然后让沈婉宁联系这块地的负责人花钱买了下来，接着你便开始调整风水，不到半天，你便敏锐地感觉到了一股股天地气机自血脉深处蔓延而出，这种变化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机的沉淀变得愈发深厚。另一边刘家父母这几天失眠了，只能吃安眠药度过夜晚，他们的住处也被讨债的人查到，接连换了几个酒店。刘母感觉身体越来越冷，一想到没有了程宇集团帮助，没有你托底，他们就要即将面临几十亿的外债。刘父坐立难安，感觉浑身被针扎一样难受，两人都从最开始的平静变得急躁了起来。与程宇集团终止合作的后果，刘家根本承受不住，现在终于感觉到害怕了。这些年刘家利用你的身份做了许多假合同与违约烂账，如果清算，他们得要把牢底坐穿。当然他们没预想到你能这么狠，做到这一步。想到这，刘母打通女儿电话也不再客气，死丫头还不回家，家里都快塌了，百川没找你，你不会去找他吗？什么？你拉不下脸？难道要爸爸妈妈去？好啊，你也来气我是不是？还敢挂我电话？刘母听着嘟嘟的声音，眼睛能喷出火来。越来越多的权贵名流确定刘家被你抛弃，以往和刘家有瓜葛的人全都对他们保持距离，就连他们的仇人也开始落井下石抢夺生意，催债的人满江城的找他们，比通缉犯还热闹。如果刘雨薇再不出面去找你解决这个问题，不出几天他们就彻底完了。另一边，你将父亲的丧事办完后，便来到了程宇集团办公楼，并通知整个公司上下所有的管理层开会。半小时过后，公司所有高层都急急忙忙地进入了会议室。新官上任3把火，所以每个人都无比紧迫。最后一个压轴来到的是公司的2把手，也是拥有股份仅次于你的胖子胡作为。当年胡作为跟老爷子一起闯出的程宇集团，按辈分你得叫他一声叔叔。不过你心里明白，这人在早先还算拼，但在程宇集团成为江城霸主之后，反而变得贪婪无厌，时常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公司诸多资金，装进自己的口袋。胡作为老神在在，刚到就闭目养神。百川啊，你这是干嘛？不用搞这么大的动静。你漠然地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将以董事长的身份开始宣布公司的最新决策。第一个决策，后勤部陈立文换岗执行总裁的职位，后勤部蔡康宗接任项目部总经理的职位，市场部苏丽华接任财务部总经理一职。你雷厉风行，开门见山，不跟他们客套，说出来的话也如平地惊雷，瞬间点燃了整座顶楼会议室。顿时10几个人激动无比地站了起来，脸上充满了亢奋。被点名的人都是跟了老爷子多年的员工，极其忠诚，可以说程宇集团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功不可没。可在老爷子病重后，他们就一直被打压，从重要职位移到了无关紧要的后勤部，成为闲杂人员。此刻他们都觉得很震惊，同时非常兴奋。谢谢董事长，我一定尽我全部的能力。太好了，我等这一天实在太久了。这些老骨干眼眶湿润，一个个激动的面色通红。你点点头，面不改色的说道，都坐下吧。接下来是公司的第2项决策，原执行总裁舒达康因在职期间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公司将决定强制开除其职务，并且对其追究法律责任。原项目部经理陈勇与执行总裁联手偷窃公司资料谋取私利，开除职务，并且对其追究法律责任。接下来你一连串说出了20多个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员，而这些人都与刘家有关系，依靠着原本的你进入程宇集团混吃混喝，同时帮助刘家谋取私利。刘家人这几年吃得盆满钵满，此时被点到名字的人都是感觉心里突然咯噔一跳，像山顶掉落悬崖，眼前一晕，感觉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你神色平静地继续说道，当然公司内任何他们的同伙和有关员工都将会被逐一清理移交法院。原总经理舒达康也就是刘雨薇的堂哥表情愤懑，董事长，我不服，诬陷我贪污受贿，就凭你一张嘴吗？请你收回这些话，不然我一定会告你诽谤。原项目部经理也是气愤地说道，没错，我们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事，没功劳也有苦劳，你一上任就诬陷我们祸害公司，还有没有公道？顿时群情激愤，几十号人通通站了起来，他们自认为自己做的事很隐晦，就算想查也查不出来，而且他们还有底气。你面对众多人的群情激愤，将放在会议桌上的腿换了个方向，让人点燃了一根雪茄。你们放心，你们想要的证据很快就送来，别急，好好享受仍能站着和我说话的时间吧。你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要处理这些人，就是为了让程宇集团换血，将集团带上更高的巅峰，不再局限于江城，而是冲出全国，甚至全世界。很快沈婉宁就带着几个助手进来，手里还捧着一大堆文件夹手，而这些文件就是所有被点名
员工的罪证。前几天你在别墅内与沈婉宁悄悄谈过几件事，而收集公司内部贪污腐败员工的罪证就是其一。沈婉宁调查得很详细，没几天时间就抽丝剥茧找到了所有人的罪证。沈婉宁表情一丝不苟，像是一座永远不会笑的冰山，但她此刻内心极不平静。她觉得现在的你有种帝王的韵味，很是吸引人。不过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令她心动，而是你的手段着实吓到她。这么多人的信息，你竟然都了如指掌。但沈婉宁外表并没有什么意思，而是像一个公正不阿的女法官般，将罪证一份份拿出，然后用冷酷无情的嗓音一一读了出来。每读到一个人的罪证，那个人的脸色就惨白几分，有的更是一个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停，不要再说了，我走还不行吗？只求程董事长您看在往日的情面上不要起诉我，连这些东西都能找出来，我服了。我们和你的未婚妻是亲戚，请您手下留情，我愿意改正，求你再给一次机会。随着沈婉宁清冷的声音慢慢回荡，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心里的所有防线，所有的秘密都被挖了出来，呈现在桌面上。只要你起诉，最少能让站着的人坐10年牢。在惧怕的同时，他们看着那好整以暇始终闭着眼睛的你，只感觉压力大到了极点。舒达康作为刘雨薇的堂哥，还记得第一次见你时，这小子为了在刘雨薇面前得到好感，对自己点头哈腰的样子，生怕伺候不好自己让刘雨薇心生厌恶，跟现在刻薄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不可同日而语。就连二股东不作为，都被你这一手给干沉默了，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极其的尴尬。刚刚他还想护着这些人，但在证据面前，脸全都被按在雪茄屁股上摩擦了。他扫了那群人一眼，冷哼了一声废了，然后狼狈地离开了会议室。众多刘家安排进程宇集团的亲戚已经被你给弄尿了，本身心理素质并不强，手段也没有，就喜欢私下搞钱，自然顶不住这份压力，他们全都败下阵来，只想快点将这件事解决。而眼下能想到的最快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刘雨薇这层关系来求情，毕竟你舔刘雨薇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随即你站起身来，理了理白色衬衫，对着他们说道：这些资料下午就移交警视厅，自己做好准备吧。刘家亲戚一阵雨夜，一刻也不敢多做停留，全都窘迫地离开了会议室。等他们走后，你便看着在场的其他高层员工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今后沈婉宁小姐正式成为董事长行政秘书。说完，你转过头对沈婉宁笑道：辛苦你了，都是我应该做的。沈婉宁激动地说道：少爷，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你打了个哈哈，以后还有很多惊喜呢，要学会习惯。少爷，我相信你，你让我办的另一件事也办好了。那刘雨薇与昊天确实这几天都待在一起，不过根据手下给的信息，两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他们都矜持得很，谁都不想捅破那层关系。这些照片够用了吗？你耸了耸肩膀，够了。丧礼当天陪别的男人去约会，所以让我将这可笑的婚约退掉。你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室。舒达康等人刚离开会议室，便立即成群的凑在了一起，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最后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刘雨薇能解决这个问题。顿时，一个接一个电话朝着刘雨薇的手机打去。刘雨薇原本在和昊天投资的事情心情正好，但在接一个个电话后，整个心情都坏掉。她索性不接了，直接关机，脸色差到了极点。但眼下也没其他办法，她只能硬着头皮对着昊天充满歉意的说道：不好意思，昊天，我有事需要回去一趟，投资的事情明天我再给你答复，如何？昊天理解的说道：不急，我的话一直有效，我送你吧。听到昊天的声音，刘雨薇很快便将刚刚的事情抛出脑后，心里甜滋滋的说道：那麻烦你了。不久后，两人来到了刘家父母临时居住的度假村酒店。刘父看到昊天一脸冷漠，小子，我不管你是谁，以后不要再接触我女儿，她可是未来的程宇集团夫人，江城程家大少的未婚妻，那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你最好识相点。昊天靠在车门边不屑一笑道：我叫昊天，或许你从未听过我的名字，但很快我的名字将传遍江城的政界商界，区程家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刘父听着觉得可笑，凭一个毛头小子也想抗衡程家？行了，赶紧走吧，别在这里碍眼。昊天嘴角抹过一撇冷笑，眼睛闪烁出极度自信的光芒，轻轻地捏着车门，我看上的女人谁也夺不走，这刘雨薇我要定了，说我自负，呵呵，不久后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后起之秀，什么叫过江猛龙。昊天进了车，刚刚启动手机就响了。陈老你好，有人说我给你家里摆的风水阵简陋，别听他胡说，我给你家里摆的风水阵绝对是最好的。是，好，我一定会去。挂掉电话，昊天面露狠厉之色，好你个程百川，敢坏我好事，我还没找你，倒惹到我头上。程家不过是我的踏脚石罢了，有你跪在我面前的一天。别墅内，刘父一脸怒容，眼神冰冷的看着刘雨薇，你知道我们家我就要骂醒你，你不去也得去，难道你真要看着爸妈死在你面前你才甘心吗？说到最后，刘父几乎是用吼着的，而刘母早已泣不成声，眼泪哗啦啦的流。刘雨薇仿佛被雷劈中一样，整个人呆立当场。她没想到自己家还有这种秘密，而且从你生气到现在才短短几天，事情就发展到这样的田地，怎么可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刘雨薇两眼发直，还不是因为你不早点和百川结婚才弄出这么大的事来。刘父咬牙说道：你要是不老吊着人家，现在已经是董事长夫人了，你现在脖子上戴着的价值上亿的海什么神的项链，还不是他送的？放着这样的人不嫁，你图什么？刘雨薇整个人像是丢了灵魂一样瘫坐在沙发上，她喃喃的自言自语：不可能的，程百川就是个傻子，他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还会用要挟这一招？好，我嫁行了吧？但就算我嫁了，他也别想我理他，我要折磨他一辈子。刘雨薇回过了神来，满脸恨意跑回了房间。刘家父母这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只要女儿愿意，什么事情都好办多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刘家便能恢复以往的光荣。两人立即拿出一个新手机，挨家挨户的打过去电话，语气也恢复了以往的高人一等般的倨傲。打完电话后，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新消息，赶忙拍了拍刘雨薇的房门：女儿，程百川明天晚上要举办个宴会，邀请整个江城有头有脸的人去参加，我们还没得到请帖，你打个电话去给他说。
说一下。可话还没说完，房间内就传来刘雨薇勃然大怒的声音：程百川这王八蛋把我手机号码拉黑了。另一边蓝山别墅区外，一辆辆豪车停在别墅门口，挺着个大肚子的胡作为如众星拱月般被围在中间。老胡，你说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大早把我们叫来。股东们忧心忡忡，他们也听说了最近的事情，一直被认为是纨绔子弟的，一改往日作风变得雷厉风行。胡作为冷笑一声道：大家放心，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对他的秉性很了解，我打听过了，他昨天在成宇集团做的事，其实都是为了逼迫刘家女儿和他结婚。如果他真的想做什么的话，待会大家全部否决就行，也让他看看我们这些叔叔伯伯们的力量。听到胡作为这么说，众多股东顿时松了一口气，众人鱼贯而入，在仆人的带领下去到了宽敞的会客厅坐着。可等了很久都没见你出来，胡作为立即大声呵斥道：现在的后生越来越没有教养了，作为主人，客人来了也不知招待。不一会儿，沈婉宁走进了会客厅，将一份份文件分发了下去。少爷昨晚很累，有什么问题待会儿他醒了再问他。这份资料你们先看一下。股东们一个个翻开手里的文件，才明白你这么早叫他们过来，竟然是为了收购成宇集团的股权。当下再也没人能放松了，而是无比认真地看着合同上的字。看到最后，有人终于忍不住叫道：什么意思？这点钱就想买我手里的股份，当我是傻子吗？很快其他人也翻到了收购价格上，他们发现你给的竟然比市场价低，只有20%的钱，顿时一股火气从他们心底窜起。这不明摆着看不起人吗？这点钱我放在手里烂掉也不会卖。众多股东纷纷开口，都表示绝不可能卖掉股份。胡作为心里也有一口恶气，往日里见面你都得乖乖叫自己一声胡叔叔，现在却像一个帝王般俯视着自己。他忍受不了这种身份的转变，当即大声说道：我提议立即开一场股东大会，取消程百川董事长的身份，他还太年轻，对管理集团的经验不足，还需要多加磨练。没有异议的各位请举手表决吧。有他作为领头人，股东们纷纷响应，整齐一致的同意取消你董事长的职位。而一旁的沈婉宁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神色，好似早料到了如此般。各位别忘了，少爷拥有55%的股权。沈婉宁微笑着道。胡作为冷冷道：他是有一票决定权，但那是在一些特定决议事件中才能使用，而在这种时候他的票数分量相当于10票，我们有12票。在众人吵闹之时，你才穿着睡袍睡意惺忪的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但你并没有理会总人，而是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喝着牛奶。股东们也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你，想要知道你要玩什么把戏。只有胡作为不爽地问道：大侄子，我们刚刚所决定的事情你应该都听到了吧？往后你不用再去集团了。你打了个哈欠，翘着二郎腿笑道：你们急什么？你朝着旁边的沈婉宁打了个响指，另一份资料就交到了你的手上，然后你朝着胡作为勾了勾手指，示意其将耳朵靠近一些。胡作为不明所以，不自觉地竖起了耳朵，你轻声地在他耳边说了几个字：老青村旁边的高速桥下，草长了3米多高。胡作为的脸在刹那变了颜色，煞白无比，他浑身汗毛都倒竖了起来。当年胡作为还没认识程老爷子的时候，只是社会人员中的一个小头目，上面说要他们教训一个年轻人，可他们却失手将其打死。后来整个城市都轰动了，因为这年轻人是黑帮老大的儿子。情急之下，他找到当时在工地工作的兄弟，将尸体灌满水泥，埋在了刚刚建好的高速路下。这件事做得很隐秘，连跟着的兄弟都被他杀了，而他则是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来到江城。当年那位痛失儿子的黑帮大佬，如今也成为了一方巨头，开始做正经生意，势力还比以前更庞大，黑白通吃，只手遮天。想到这，胡作为无比惊慌，如果被他知道自己还活着，不出2日自己肯定横死家中。胡作为急忙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会客厅。他这狼狈不堪的模样引起了一片哗然。不过虽然胡作为丢盔卸甲的离开了，其他股东们却没有服软的意思，毕竟这可是真金白银。没想到老胡这么软弱，刚刚我还想指望他当头呢。李总，现在是你拥有第2多股份的人了，绝不能轻易认输。李成儒是龙生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也算是江城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自认为这些年做事滴水不漏，没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与胡作为这个内部的人不同，他与程家没什么接触，对你也不了解。我这些年从没做过亏本的生意，自然不会贱卖自己的股份。你们放心吧。李成儒不在意的笑道。你放下了牛奶，看着李成儒，然后打了个响指。关于李成儒的资料被沈婉宁放到了手上。李成儒冷笑一声，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何必这么鬼鬼祟祟？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众多股东们纷纷起哄，李总可是江城的杰出企业家，能有什么黑料？你挑眉看了眼李成儒，那我就明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听说最近李总的儿子刚买了辆全球限量的迈凯伦 P1，恭喜恭喜啊！像我只能买宝马 X5的，还被人坑了，是辆2手事故翻新车，左前的车灯被撞碎，上面还有血。我让人查了查，前车主的牌号好像是江 A。李成儒瞬间失态，手指充血，死死地摁在沙发上。你别说了，我签，我立马就签。他连忙站起身来，像讨好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小声说道：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程董你勿怪，这件事千万不要透露出去，不然我儿子会死得很惨的。还不等你说话，李成儒顿时迫不及待地在合同上签字，然后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将合同举到你面前。而还在坐着的股东看到李成儒的变化，也是纷纷坐不住。你才说了2句话，众人都没明白什么意思。60多岁的李成儒的脸就变得跟猴子的屁股一样。李总你怎么了？倒是给我们说句话呀！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李成儒也是如同胡作为一样，看都没看在场的人一眼，慌忙地离开了蓝山别墅。他儿子喝酒开车撞死人，李成儒便找人去顶包，而这个宝马车就是当时的事故车，被撞的人是一个有点名气的流量明星。如果事情闹大，他的儿子免不了牢狱之灾。股东们看到最有希望顶住你压力的人都走了。
他们这些小虾米只感觉呼吸都不顺畅。你看了看币中，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又打了个响指，对着另一个身材比较壮硕的股东说道：“恭喜你女儿成为了市政议员，我签。”壮硕股东汗流浃背，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心里也是掀起了滔天骇浪，终于体会到了胡作为和李成儒两人的感受与压力，这根本不是人能顶得住的。他前些年为了让女儿当上市政议员，动用了不少肮脏手段与关系，这些都是别人不知道的秘密，但你却好像了如指掌般。在他走后，你的股份已经来到了85%，最主要的几个股东都搞定了，剩下的都是只有3%股份左右的股东了。虽然少，但市面上每一股都价值几亿。你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像刀尖一样刮过众多股东的脸。很快，心理素质不强的、做贼心虚的也全都败下阵来，纷纷签订了不平等的转让合同。而你的股份也集合到了90%。会客厅的剩下的只有最后寥寥几人，只要将几人踢出局，你就完成成宇集团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程董，你给的价钱太低了，我们还是不打算卖。是啊，你再给高一点的价格，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松口。你手里确实没这几人的黑料，主要是他们太寂寂无名了。你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我有了90%的股权，对你们的股份兴趣不大，不过接下来我每年不准备再分红。这番话顿时给他们迎头一击，凭借他们几个小股东连开会的资格都没有。程董，我卖，我愿意卖，价钱再加一点吧，再给点。我儿子刚刚出国读书，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程董，求求你就大发慈悲吧。一旁的沈婉宁早就事先准备好了合同，分发给剩余的小股东，价格多了10%，虽然比市面上的价格还少不少，但众人已经很满意了。如果你想要和他们玩阴的，别说卖股份，能有命活着都不错了。当即股东们签了合同后便离开了，你则是风轻云淡的去到餐厅吃着早饭，沈婉宁则是满脸钦佩的看着你，少爷，你比老爷以前还厉害。这可是成宇集团股东股份更迭，足以引起诸多竞争对手的猜测觊觎，少爷却能如此淡定，就算是老爷子还在，他也无法如此镇定。你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着沈婉宁在惊叹，作为一个熟知剧情的人，要是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岂不是太废物了？你也没有解释太多，而是问到今晚上的宴会的事情。沈婉宁点点头，都准备好了，只是少爷真的不给刘家发请帖吗？你嗤笑一声道，刘家不配，让他们在门外好好的等着吧。宴会上名流济济，各种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到来，还有记者在附近偷拍，想要得到第一手消息。刘家的人也盛装到来了，他们刚一出现便被人认出，很快就被闻风而来的债主们团团围住。刘正纯，找你好几天了，还钱，不然我让你们刘家吃不了兜着走。众人将刘家人给围堵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甚至没有请帖，刻意来这里蹲刘家人。刘父被众多手推来推去，他着急的大声喊道，大家冷静，你们的欠款我们刘家绝不拖欠，但也得要等工程结束，成宇集团付账了才能给钱呢。然而追债的人又不是傻，哪里会再信他的鬼话？谁不知道刘家与程家的生意停止了？你就是想骗钱，你今天不把钱还了，我就撞死在这里。刘母和刘雨薇也被挤来挤去，那些债主还专门让人看着两人，生怕他们跑了。刘雨薇感受到权贵名流们嘲讽不屑的目光，浑身都要炸毛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恼怒道，我告诉你们，别说几十亿、上百亿我刘家都能还，识相点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别挡着路。他咋咋呼呼的举动顿时吸引住了债主们的目光。刘小姐，程少爷现在和你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中断了和刘家的生意往来？我还听说前几天让你独自支付几千万的账单。刘雨薇脸上露出傲娇的神色，我家今天来就是参加你的宴会，你们觉得呢？等等我进去，程百川就得当众和我刘家道歉，我随便说几句话，他就把你们的账都给结清了，信不信？刘父刘母也在一旁一唱一和，顿时镇住了在场的商家催债人。商家们看着刘雨薇自信的脸，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纷纷让开了道路。而当刘家三人刚来到会馆门前时，就被几个身材魁梧的人拦了下来。你好，请出示你们的请帖。刘家人被拦下，马上又引起了众多人的注视。刘父神色轻松拍了拍其中一个安保的肩膀，你叫什么名字？我会跟百川说让他提拔提拔你的。刘父就像是保镖们的老板一样，很自来熟，都把4个彪形大汉给弄懵逼了。对不起，没有请帖不能进入会馆，再而三的被拒绝。刘父脸皮在后此时也挂不住，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说道，我请帖忘拿了。这样，你进去请示你们老板百川，就说刘雨薇来了被挡在门外，他会放我们进去的。安保板着脸道，我们老板说了，没有请帖，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放进去。刘家三人丢脸的样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后面赶来参加宴会的人都排着队在等着，顿时引起了其他名流的不满。喂，前面的没有请帖就赶紧滚蛋，别挡着路，这可是程家的宴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凑热闹的。一旁的刘雨薇原本不想说话的，刚刚被债主们围着脸都要被丢尽，他眼睛一凝抬着下巴，你们这几条狗看看我是谁？刘雨薇，安保面无表情地说，我的名字也是你这条狗能叫的，既然知道我是谁还不赶紧滚？对不起，没有请帖不能进。安保依旧如雕塑般。刘雨薇勃然大怒，眼睛遍布血丝，他还是第一次被你家的安保拦着。他记得以前自己逛商场的时候，跟在你身后的就是这几个保镖，将他周围方圆10米的人都清空了，而现在却被以前自己看不起的保镖拦在门外。刘雨薇感觉肺都要被气炸了，狗东西，眼睛都瞎了吗？我是程百川的未婚妻，是你们的女主人，竟然敢拦住女主人以下犯上，好得很，等着我见到程百川后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刘雨薇原本装出来的淑女形象全无，撸起袖子咋咋呼呼，声音响彻整个会馆的门口。刘母也是被气得眼冒金星，开始撒泼打滚，没天理啊，真的没天理了。
下人以下犯上了，主人自己的宴会竟然都不能进去啊！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的女婿养着这几个人，结果他们连主人的娘家人都要拦，太畜生了！刘家三人不惜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们，目的就是引起会馆内女的注意，希望你出来当面说话。谁知你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三人吵闹的时候，一行人从后方慢慢的来到了会馆前，为首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穿着唐装的老人，是与程家实力不相上下的陈大家。而刘雨薇看到陈老旁边竟有个熟悉的面孔，这让他极其欣喜，将刚刚的不快全都抛在脑后，又变得淑女了起来。昊天也是眼睛一亮，好巧，你也在这里。是啊，好巧，你知道吗？昨天回去后，我就一直想着我们这几天。刘雨薇刚要诉说自己的相思之苦，嘴巴就突然被刘母的手给捂住。谁知昊天早已看穿了刘家人的心思，不好意思的对陈老道：“陈老先生，这几个人是我的朋友，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将他们一起带进去，就当我欠你个人情，如何？”陈老很欣赏昊天这样白给的人情，陈老乐意要的。而带着刘家人一起进去只是举手之劳，根本不费功夫，那就一起进去吧。可安保却没放心，因为安保觉得出现了这样意外的情况，怎么都得进去通报一声。没一会儿，进去通报的安保小跑着回来，老板同意你们一起进去。陈老眼底闪烁微光，这年轻人不简单啊，没有给刘家发请帖就能看出一二。而他却同意让我将刘家带进去，说明愿意卖我这个面子。不错不错，有意思。一行人进了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上百名刘权贵互相交头接耳，很快有侍应上前：“陈老您好，程董说您来了，由我带您进入2楼包厢。”陈老点点头，然后再对着刘家人道：“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和我无关了。昊天，你是留下来还是跟我一起上去见见世面？”昊天有点为难，他舍不得和刘雨薇增加感情的机会，但这次在江城大佬面前露脸更是机会难得。最后他还是充满歉意的对刘雨薇道：“不好意思，等我忙完了再。”刘雨薇摆手道：“没事，等等我也要去找他的。”刘雨薇倒想问问你是几个意思，竟敢这么对自己。几人来到了包厢，很快便见到里面坐着4、5位气质稳重的中年人与老人，分别是康家和董家的人，还有几位政界的重要人物。而坐在所有人中心的正是你。昊天一直听说过你，之前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气质猥琐、小气巴拉、骄横纨绔的人，但现在看到的第一眼，他还以为你是漫画中走出来的那种学霸，这让他开始有点怀疑刘雨薇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还是自己看走眼了。坐好后，陈老便开始向众人介绍昊天，说他很有本事。一旁的董老也听说过昊天，很是欣赏。两人交谈了一会，陈老又哈哈笑道：“这位便是董氏投资集团的董老，你以后要是缺钱用，就去找他。”昊天很是惊喜，毕竟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原始积累还很薄弱。虽然有投资系统，但找到能赚大钱的机会太少了，哪有借力打力来得快？几十万、上百万根本不能快速赚到上百亿。昊天知道自己今天算是来对了。董老点头道：“我很欣赏年轻人，特别是像程百川这样的年轻才俊。”你始终在旁边看着，笑了笑，并没有说话。昊天心里却听着很不是滋味，竟然拿自己和你比，但他却没说出来。他相信以后这些大佬们才懂，谁才是能力最强的。陈老继续介绍康老，康老人脉极广，黑白两界都有不少关系，你要是遇到麻烦就找他。接着陈老开始介绍你，这位是如今程宇集团最年轻的董事长，程家唯一继承人，也是整个江城最有能力与实力的年轻人。程宇集团是地产公司，人脉与实力当然也是极其雄厚。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有许多话题，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昊天皮笑肉不笑地对你说道：“程董你好，有多好？”你漫不经心地看着他，你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小说中的男主，长得不是非常帅，但却有种莫名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只不过昊天太从容不迫，脸上洋溢着自信，还有一点点自负，或者说是自认聪明的气质。你很不喜欢跟这种人打交道。包厢内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一时间只有呼吸的声音。几个大佬默不作声地靠着你，完全是一副看热闹的态度。陈老将手放了回来，闭起了眼睛，不再说话。他也想看看昊天要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麻烦。昊天也是被你给问了个措手不及，他还以为像你这样的人物会有所顾忌，不会这么快为难自己。程老爷子的葬地就很好，昊天早在心里有所准备，所以也是立即开始回怼。正常来说，程家应该算欠他一个人情，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在乎风水，看重有真本事的风水先生。你笑了笑，你是打算退钱吗？昊天有点愣，退钱？他预想过你很多种回答，但他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会要退钱。昊天反应很快，他现在还没能力跟你掰手腕，也不想倒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听陈老说过你很不满意我给你父亲选的风水葬地，而且还自己挑选了一块墓地，但我挑选的那块葬地名为金里地，绝对能保证你程家顺风顺水。昊天非常的自信，你知道他的自信来自于系统，但在昊天刚刚进入宴会厅内的时候，你的神级反派系统就将系统主人的信息全部都摄取了过来，并且还凌驾于他之上。你选的金里地是没错，但却是毫无用处的金里地，而且会让我程家陷于危机当中。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那我程家就会变成一条咸鱼。你是想害我家吗？包厢内变得落针可闻，江城大佬们都看出来这个昊天惹了大祸。像他们这种家族最在乎风水，动什么都不能动了根，敢在葬地上搞事情，那一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就连陈老的脸都变了颜色，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突然有点后悔带昊天来了。要是真出了什么事，那他就逃脱不了责任。昊天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他很有自信，毕竟是系统给奖励的风水秘书，绝对不会有问题。程董，凡事要讲究个证据，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在整个华夏能质疑我眼光的人屈指可数，但也只能是质疑，因为我会用事实打他们的脸。昊天说的义愤填膺，其他大佬继续保持安静，就看着两人针锋相对。还没等你说话，包厢门外传来了大吵大闹的声音，江城大佬都从思绪中被硬生生拉了出来，全都愕然地看着门口。程百川，我知道你在里面，怎么做错了事躲着不敢见我，让人将我挡着？赶紧滚出来，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们两个看门狗凭什么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们老板都得让着我，你们敢拦我？程百川，赶紧出来，我只给你3秒的时间。听到这声音还有这语气，包厢里的人都知道是谁来了，几个大佬都忍不住暗自偷笑，看着你的目光像是戏谑，但又藏得很隐晦。昊天愣住了，他士气正旺，就等着你回答。谁知道刘雨薇直接将他的怒气给搅灭了，这让他心里忍不住郁闷地吐出口血来。今天这问题要是不解决，以后就再难有机会了。你微微皱眉，不把这女人的麻烦解决掉，是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刘雨薇很快就将数给数完了，然后继续撒泼。程百川，你这个胆小鬼躲着不敢见我，你也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有种你开门啊，我知道你在里面。就在他继续大喊着的时候，沈婉宁将包厢的门打开，神色冷漠地对着刘雨薇说道：“刘小姐，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这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刘雨薇一看见沈婉宁，顿时火冒三丈：“我记得你，程家的仆人，是你在程老头丧礼那天欺负我爸妈的，对吧？你个不知好歹的贱人！”沈婉宁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的毫无感情的声音就从包厢里传来：“给我轰出去！”刘雨薇瞪大了眼睛，怀疑自己是在做噩梦。她努力的想透过沈婉宁的身子，但却什么都看不到。她没来得及细想，顿时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眼眶都布满了泪水。而在刘雨薇大吵大闹的时候，外面的宴会厅交谈的声音也变弱了，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刘家的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这就是传说中的刘家。果然是够不要脸的，听说他们靠女儿忽悠了你不少钱，原来是他呀，长得还算可以，不过达不到顶级的标准，还不如开门的那位程董助理呢。他们现在还是未婚关系，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又有点不像了。看看好戏吧，今天的宴会来得值了。下面的声音虽然小，但还是有不少落在刘父刘母的耳朵里，这让两人都有点无地自容了。他们在外面都待不下去了，只想早点解决问题。刘父声音变软，我的好女婿，我们今天来是为了前几天的不礼貌道歉。我们雨薇确实做的有点过分，一直拖着你不结婚，我们也好好的教训过他了。今天来除了道歉之外，还有商量你们两个婚姻大事的，你看哪天结婚都行。闲叙，我们进去聊好不好？刘雨薇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的父亲，她没想到父亲竟然也有这么低三下四的一面，还是为一个自己根本看不上的男人。程百川，刘雨薇再次愤怒的大吼，像是一个高傲的女王在对着平民怒喝：“你完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让我对你产生好感，我已经对你彻底失望透顶了。我始终没想到你竟然会让我滚出去。我对你那么好，我把你当成朋友，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刘雨薇有点语无伦次了，眼泪哗啦啦的流下。然而两个保镖却不理会他们的心情，坚决的执行着你的命令。就要将刘家人轰走的时候，昊天的声音从包厢里传出：“慢着！”刘雨薇看到昊天，赶忙擦了擦泪水，换了另一副恬静的面孔：“我差点忘了你也在这里，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平时我不是这样的，主要是程百川这坏蛋太气人，他不仅欺负我，还欺负我爸妈。”刘雨薇想解释什么，但昊天身躯一停，好像莫名出现了王者之气一样。我懂，接下来交给我解决。他转过了头对你嗤笑道：“原来这就是程家的待客之道，是我高看你了，真以为你有2把刷子呢？原来只会欺负女人，你这样的人不交也罢，我会将500万退给你，但这绝不是因为我的风水能力不够，而是我看不起你。”昊天的话很不客气，甚至有点侮辱人，但他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昊天要让其他大佬看看他是如何不卑不亢、气质超然的。他其实根本不怕你，因为他的背景更雄厚与可怕，只是因为某些原因而不得公开。他也不想依靠家里的力量，他要用激将法让刘雨薇进来，然后再解决问题。这样不仅仅赢得名声与胜利，还能让刘雨薇对自己死心塌地，说不定还能给沈婉宁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将其挖到自己的公司，到时候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你突然哈哈笑了起来，当作为一个反派，亲身经历过主角装逼时刻，而又完全明白主角装逼的点在哪里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一旁的陈老脸都黑了，他发现事情有点超出掌控，连忙对你道：“百川，虽然是我将他们带进来的，但这件事与我无关。”然后再对昊天一脸恼怒：“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赶紧给我闭嘴，不然你别再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帮助。”你摆了摆手，阻止了陈老继续说下去。首先，刘家的人没有得到请帖，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我的客人。今天是我举办的宴会，你脚下站着的地方是我们程宇集团的资产，我想要做什么，轮不到你这小角色在这里插嘴。你认为我在针对你？不，我从始至终都没将你放在眼里。如果没有陈老的话，你根本不配在这里和我说话。你想看到我怎么在刘家人面前难堪？巧了，下面的200多名宾客也想看，那就出外面解决好了。你慢条斯理的站起身来，率先朝着包厢外走去。面对你的时候，刘雨薇脸上不自觉的又露出了高傲的神色，就像是见到了一个佣人。你终于舍得出来了，你究竟在抽什么风？你皱眉看着他，好笑道：“你脑子没问题吧？”刘雨薇瞪着你，你神经病吧？你不就是想逼我嫁给你？好，我如你的愿嫁给你，行了吧？你笑道：“不用了，想嫁给我，你还不配。”你说什么？你疯了吧？刘雨薇仍旧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前一直围绕在自己身边转的舔狗，竟然会说他不配。你冷笑道：“你当然不配，样貌一般，性格卑劣，无理取闹，表里不一，你拿什么配得上我？我程家虽然不是华夏顶尖豪门，但也算有头有脸。我的夫人不说举世无双、倾国倾城，至少也要上得厅堂下的厨房，温柔得体、善解人意。你身上有哪一点是符合要求的？至于我们的婚约，就像你以前经常对我说的，不过是一个笑话，该结束了。”你说完后便带着沈婉宁，在所有权贵敬畏的目光中走下了2楼。刘雨薇像是失去了魂魄，被这些话给惊到，就连你随意路过她的身边都毫无感觉。刘家父母也都呆滞了，怎么都想不到你竟然当众说自己女儿不配当程家夫人。他们能看出你看刘雨薇的眼神完全没了往日的情愫，或者说没有任何感情，就像从未交集过一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刘父刘母双眼流露出了惊骇与恐惧，心底出现了一种不可控制的想法。女儿这张底牌看来已经废了，他们一家人完全被隔离在了程家之外，隔离出了江城的权力中心，他们要遭殃了。不可能的！刘父还想挣扎，要是真的切割了，他们刘家就完了。
看着你一步步往楼梯下走的背影，刘父吼道：“程百川，你和雨薇是夫妻关系，他对你不薄，是你的妻子，你不能这样做。你们程家就是这样对待未来媳妇的吗？豪门就能这么冷血？我女儿受尽委屈，我也不忍了，肯定要向所有媒体曝光你的所作所为，让你们程家、程宇集团遗臭万年。”刘母也含泪大喊：“你真不是人，连妻子都能欺负，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刘雨薇回过了神，眼泪止不住的滑落，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般，心里空了一角。她看向你的背影，出现一种重新审视的目光。她回想起过去的种种，发现你确实对自己很好。不应该是这样，这些本来都是你要做的呀。你追求自己，不就是要讨好自己吗？一想到这里，刘雨薇又咬着银牙，狠声道：“你别再胡闹了，乖乖跟我道歉。我当今天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而你却恍若未闻般，将刘家人的怒吼当成了耳边风。包厢内的其他大佬也是面露古怪的出了门，纷纷摇头无视刘家人走下了楼梯。众人都不知道你要玩什么花样。你带着沈婉宁走上了宴会厅的舞台，工作人员立即调整了话筒与灯光，全场的名流目光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你带着笑容说道：“今天是我你招待不周，请诸位贵宾不要见怪。”众多名流们纷纷笑着表示：“哪里能参加周董的宴会是我们的荣幸，一点小事情而已。程董先处理自己的事情要紧，我也看不惯刘家的人。”名流们表示不在意，并且很支持你处理刘家的人。刘家的人脸色铁青，刚下楼，他们就发现自己被权贵们给污蔑，凡是走过的地方，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就像是身上染着瘟疫一样，遭到众人的嫌弃。只有昊天不嫌弃，始终跟在刘雨薇的身后，凛然不惧。舞台上，你拿着话筒笑了笑，大家也都听到一些关于我中断所有与刘家合作的传闻。在这里，我澄清一下，那不是传闻，而是事实，并且我们程宇集团将这个决定执行到底。就算程宇集团倒闭，也永远不会与刘家再次合作。而且所有与刘家有关的企业和个人也将排除在程宇集团的合伙人名单之外。权贵名流立刻再次远离了刘家人一段距离，就连端酒的侍应生都绕着他们三人走，生怕遭到连累。能让你如此，可想而知这一家有多被人厌恶。刘父宛若被五雷轰顶，耳边不断的环绕着你的声音，感觉天都塌了。刘母逆血攻心，眼前晕眩，直挺挺的晕倒在地。刘嫣然呼吸变得急促，浑身都通红了起来。她怒瞪着舞台上的你，她有心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巴却无法说出口。只有刘父反应过来，悲愤的大叫道：“你们程家真的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吗？连亲人都欺负，以后谁还敢和你们雨辰集团合作？我女儿并没有做错什么，我刘家也没做错，你就这样过河拆桥？”他决定哪怕身败名裂，也要让程家陷入舆论的风暴。他要让所有人看看你可憎的真面目。昊天也没忘了借刘家的风对你讨伐，原来你不过是个性格卑劣的富二代，忘恩负义还不重情义。我都开始同情跟雨辰集团合作的人了，毕竟他们合作的对象并不值得信任，连亲人都能背叛，更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呢？我劝大家擦亮眼睛看清楚，在场中的权贵也不是傻子，他们在心里思量一阵后，也觉得刘父说的没错，昊天说的在理。刘嫣然毕竟是未婚妻，于情于理也不应该做得这么绝，更不应该拿到台面上来说。对未婚妻都能如此，更何况合伙人，一个不满意，岂不是也要如同刘家一样被抛弃？权贵们心中自有思量，看着你的目光也开始变得警惕了起来。陈老、董老、康老也同样摇摇头，这么做确实与情理不合。年轻人做事果断挺好，但不能做得太过。昊天看到在场众人的风向开始变了之后，嘴角挂起一抹笑容。你目光看向昊天，冷笑道：“你是刘家什么人？我自然是他们的朋友，看不惯你欺负人。”昊天老神在在的说道：“但我觉得你更像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小瘪三。”你话音刚落，还没待众人有什么反应，一旁的景婉宁便将舞台上的幕布给拉了下来，在宴会厅中间的顶上掉下一个投影仪，紧接着幕布上刘嫣然与昊天两人身子紧挨着，共逛游乐园的照片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照片中两人显得很是亲密，身体都快粘在了一起。这个照片一出，整个宴会厅再次鸦雀无声。就连大吵大闹的刘家三人也是心脏跳动的厉害，浑身都冰冷了，打了个冷战。昊天也被这个照片给弄得懵逼了，脸在刹那间失去了颜色。你平静地说道：“如大家所见，照片里的两位很亲密，一个是我的未婚妻刘嫣然，另一位则是自称是刘家朋友的这位名叫昊天的小瘪三。我为什么要叫他小瘪三呢？因为只有小瘪三才会在明知刘嫣然已经是别人未婚妻的情况下，还能像条土狗般去勾搭别人的女人，也只有小瘪三才能这么肆无忌惮，脸皮如城墙般。是谁品行卑劣不知廉耻？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接下来是刘家，先不说刘正纯这对夫妻在我父亲丧礼上闹事，就说刘嫣然作为我的未婚妻，我对她那是要风的风，要雨的雨，我投在她身上的钱至少都有10亿，用10个亿去追一个女人，好莱坞顶级女星都追到了吧？而她呢？作为一个未婚妻，我父亲病重的时候从未去看过一眼，甚至就连打电话问候都没有，这都算了，我都能忍。但她作为准儿媳妇，却在家公丧礼这天去和野男人幽会。你们刘家人都当我好欺负的吗？幕布上，刘雨薇和昊天的照片不断播放，甚至还有借错位来拍出拉手靠近的照片，全场哗然。堂堂程宇集团未来的少夫人，竟然能这么不要脸！原来刘家人是这种嘴脸，现在看来程董才是受尽委屈。刘雨薇实在令人寒心，21世纪最婊的女人无疑了。程董真的有耐心，也有度量，换做我早就抽他大嘴巴子了。程老爷子死了，他不去丧礼上尽孝，却去跟野男人私会。天啊，道德沦丧！换做古时候，这种女人是要进猪笼的。在场的权贵只感觉世界观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看着台上悲伤的你，所有人都感同身受。一个江城顶级富二代，拥有花不完的财产，手上掌握着巨大权力，人脉极广，长相俊俏，能力超凡，并且痴情的男人。他原本可以浪荡一世，拔掉无情，但他却选择了忠贞于爱情，拥有高风亮节的品质。所有名流权贵都带入了其中，不停地出言讨伐，仿佛这几人就像是垃圾桶里的垃圾一样，臭不可闻。
而江城的3大巨头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董牢眼神恍惚的道：“差点看走眼了，好不知廉耻的刘家！要是我被这样玩弄，这2个狗男女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老陈，你将昊天这样的人介绍给我，你是想害我吗？”康老也是全身不寒而栗。刚刚在包厢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昊天看到景晚宁时就露出了一点异常，我当时不以为意，现在看来真是狼子野心。陈老哑口无言，只感觉一口气堵在了心口，差点喘不上来，差点被当场气死。只觉得昊天实在可恶，昊天，你让我太失望了，枉费我对你的栽培。面对陈老的喝问，昊天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这肯定是误会，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我和雨薇只是朋友，一起去玩而已，还没到那种关系。妈的，这些照片的角度都有问题。他拼命的想解释，但陈老却再也不会被他所骗，而是充满杀气的盯着他道：“你真当我是傻子吗？一个女人唾手可得的亿万家产不顾，连陈老重要的丧礼都不去，只为了和你去游玩。你跟我说只是朋友关系。”昊天头皮发麻，心都凉了一截。好不容易攀上了江城的大佬，结果现在却因为一个疏忽全化为了无语。愤怒的他转而瞪着刘雨薇：“你当时怎么没和我说清楚？你要是早说程老爷子去世，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么难堪。”刘雨薇难以置信的看着昊天，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喜欢的昊天竟然还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时候对自己怒吼：“你敢吼我？你刚才说什么？我们只是朋友。你不是邀请我免费入股你的公司，还要我当你的秘书吗？你都这样讨好我了，还说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竟然是这么想的？你应该是对我有意思的呀，我们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呀，你怎么敢这样和我说话？”刘雨薇崩溃了。2个男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给了他一辈子难忘的重锤，他抱着脑袋，泪水如崩溃的河堤奔涌而流，而他所说的话再次证实了2人奸夫淫妇的事实。昊天脑袋嗡鸣作响，大喝道：“你别胡言乱语，你说的什么鬼？什么一见钟情？我怎么不知道？明明还没到那种地步。你特么，不会说话就少说点。”昊天没想到刘雨薇这么蠢，权贵们对这几人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人拿出了手机拍照。刘母再也忍不住，一巴掌拍朝着刘雨薇打了下去：“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刘父尚且还剩一点理智，他忍着内心的滔天愤怒，抓住了刘雨薇的肩膀：“百川以前那么爱你，他肯定会原谅你的。下跪，抽自己嘴巴，磕头认错，自残也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必须要得到他的原谅。如果他不原谅你，我一定会打死。”刘父刚开始有点恳求的语气，到最后面目逐渐变得狰狞，他宁愿让女儿去死，也要保住荣华富贵。刘雨薇被抓神情恍惚，下意识地照着父亲的话去做。“百川，我错了，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们马上就结婚，过你所说的生活，行了吧？你那么爱我，肯定会原谅我的，对不对？”你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便不再理会，甚至都没回答他的话，将他当成了一个透明人。你继续说道：“我很悲痛，对刘雨薇已经彻底失望，我不会再对她产生丝毫怜悯，可做错了事总要付出代价，因此我决定取消与刘雨薇的婚约，并追讨在与她交往的过程中的所有花费。当然，一些小钱我就不计较了，但我被她所骗走的海神之心必须要还回来。”话音落毕，沈婉宁来到刘雨薇身边，将价值1亿的海神之心项链从其脖子上取下，她像个泼妇般朝着沈婉宁追去：“还回来！海神之心是我的，你凭什么把它拿走？你这个强盗！你们所有人都是强盗！快把他拦住，他抢我的东西了！天杀的，不要脸的臭女人！”然而他还没走几步，就被眼疾手快的安保拦住，死死地摁在了原地。他精神开始不正常了，完全忘记之前对其他人说过的话。看着他这副嘴脸，宴会厅中立即响起此起彼伏的嘘声，名流权贵们也为你的决定拍手鼓掌。做得好，早就应该取消婚约了。谁要是娶了刘雨薇，就是真正的家门不幸。程董果断机智，趁早断个干净，眼不见心不烦。价值上亿的海神之心挂在刘雨薇的脖子上，真是侮辱了这颗钻石。宾客们哗然纷纷称赞你做得好，换作是他们肯定会做得更好。在说完与刘雨薇解除婚姻关系后，你淡淡的说道：“当然，我并不会因为糟糕的关系而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与决策。哪怕在发现刘雨薇做出红杏出墙的事情时，我从未想过因此而影响到与刘家的合作。之所以这么做，是我发现刘家在合作期间，利用假合同诓骗集团，用空壳公司暗中转移集团的资金，给工地运送假材料的同时，与公司员工做假账，并且所有材料以次充好等等。因此直接导致一些建筑在完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让成宇集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鉴于此恶劣行为，成宇集团才宣布中断所有与刘家的合作，与我个人的情感没有直接的关系。接下来我的助理景小姐将在大屏幕上播放所有刘家的罪证。随即出现的是一张张文件，上面还贴着刘家送来的材料的照片、建筑安全隐患照片等，与一些电话录音。录音里是刘父与成宇集团的工作人员私通的聊天，谈及到了如何分赃钱，人证物证俱在，刘家根本无从抵赖，只要上交法庭，一告一个准。你看着刘家人逐渐变得如死人般的神色，没有感情的继续说道：“我司将拒绝支付刘氏公司的任何款项，并且要求刘氏公司赔偿我司的损失。这份材料在今天下午已经送到法院，也就是说，刘家不可能再从成宇集团这里拿到1分钱，前期投入的所有成本亏得毛都不剩，还道歉成宇集团巨额的赔偿。粗略一算的话，至少得10几亿的亏空，还有10几亿的外债，而且法院肯定已经受理，刘家的所有银行账户全部都被冻结。刘家3人当场宣布破产，还要面临牢狱之灾。”而名流权贵们听到这话，眼睛顿时放亮，惊叹不已，不愧是百亿集团董事长，讲究的就是一个公事公办。就在此时，宴会厅来了几位法院的工作人员，立即朝着刘家3人走去，而刘父手里拿着传票，一阵无力的挫败感蔓延全身。刘母倒是干脆直接晕了过去，像个
尸体一样躺在冰凉的地上。你等到工作人员离开之后才说道：“好了，闹剧该结束了，安保，把刘家的人带出去，不准他们再进来。”话音落毕，10几位穿着西装的壮汉将已经没有力气的刘家人给架了出去。他们没有反抗，毕竟事情转变成这样，已经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只想早点离开，躲避所有人，找个安静的地方缓和，重新想办法。当刘家人离开之后，宴会厅内再次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交头接耳，交杯换盏。今天发生的事情太震撼，有很多话想找人讨论，发泄刚刚受到的吃惊情绪。而这时，董老、康老这2位大佬默默地离陈老远了一些，眼神中出现了抗拒感，显然也被这件事情给弄得很不爽。虽然说罪魁祸首是刘家人，但陈老带来的昊天也参与其中，而且这个昊天差点就和自己沾染上关系，要是真发生了，后果不堪设想。陈老也是面露难堪之色，此刻的他只想和刘家人一起走，真的太丢脸了，他平生都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陈老盯着昊天怒喝道：“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嫌我出丑还不够吗？别留在这里碍眼，赶紧滚，明天我再找你算账。”昊天脸色一黑，生气的道：“陈老，别忘了我给你家布置的风水阵，难道你也是个过河拆桥的人？我走不走不用你管，你真以为我很需要你的帮助？”陈老听到这不客气的话，气得想动手打人，但这里有很多人看着，又不能失了风度，不然更丢脸。他冷哼一声，决定等这件事情过后再算账。江城会馆门外，刘家的人被轰了出来，刘父、刘母、刘雨薇3人没有魂魄，斑呆站在门外。宴会厅内灯红酒绿，嘈杂声一片，里面是江城的权贵中心，而他们本来也能挤入其中，如今却被隔离在外，恍如隔世。走，快走！冷风吹了过来，刘父打了个寒战，突然想起了什么，眼睛不住的左右看来看去，附近的树下，一个个债主正在等候着。刘家人出来后，也是慢慢围拢了上来。之前进入会馆前，刘家人就被堵住，最后忽悠你会还钱才躲过一劫。现在刘家被你断了关系，账户又被冻结，还被限制了出行，身上除了一点现金外，根本没有钱再还了。可怕的是，法院的传票不仅仅是公司的法定责任人刘父，还有其他几张传票，分别是给刘母和刘雨薇的。也就是说，3人现在都没钱了。要是被债主堵住，今天就别想走出会馆的停车场。说时迟那时快，刘父立即拉着刘母和刘雨薇撒开腿就跑。越来越多的债主从会馆内走了出来，当知道刘家人已经跑了之后，气得差点心态爆炸。很快，债主们就快速的回到了车上，并且不停的打电话叫人围追堵截刘家的车，而刘家就倒霉了。这些商家、供应商等遍布整个江城，所能运用的力量非常庞大，将追得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与此同时，宴会厅内，昊天感受到权贵们的目光仍旧临危不乱，朝着上面的你说道：“刘雨薇还没真正嫁给你，她的身份仍旧是单身，公平竞争，我问心无愧。”权贵们都惊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真不要脸！人家都快结婚了，还说是单身，真是极品啊！他为什么能说出口呢？这份无赖的心性无人能比。昊天浑然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我说了公平竞争，所以你不要用这种事来污蔑我的风水不行。你若拿不出证据来，就请你收回之前所说的话。陈老在一旁默不作声，因为他也承认昊天在风水方面确实很厉害，所以只是安静的继续看着，并不打算插手，只等往后再跟昊天算账。而你则是风轻云淡的回答：“昊天，既然如此，我就让你死得明白。你找的葬地是金里地没错，但金里地的旁边暗藏着一块麒麟地，所有的地气器母全部都被麒麟所吞光。麒麟是走兽中的王，金里却是水兽，根本无法阻挡麒麟，就像是没了水的鱼。我不成！你是不是还想说鲤鱼只要越过龙门就能和麒麟抗衡？但是没有水你怎么越龙门？到头来不过是废地罢了。学艺不精就不要出来卖弄，害人不浅仍旧怡然自得。乖乖回去再读几年书，以后不要再说自己会风水了。”你眼神深邃而沉静，用一种老师的姿态批评着，身上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昊天被当头一击，感受沉重的压力，在他眼中，你的身形突然变得无比的高大，是系统奖励的风水秘术出了问题吗？不是，那金里地是存在的，本身符合风水秘术的原理，错就错在他没有细看，忽略了金里地附近藏得极深的麒麟地。但昊天不愿意相信哪里有麒麟地，毕竟他没真正的看到过。你说有就有，呵呵，不可能的。昊天想通了这点，狠狠地道：“你说了这么多，空口无凭，麒麟地在哪？”你哈哈笑道：“那我就让你看个明白。”打了个响指，沈婉宁顿时会意，幕布上出现了一个无人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青山绿水，整个虞山的地脉囊括其中。随着画面逐渐拉近，一块在群山环绕的龙地出现在众人视野，只有昊天突然面色煞白，急急地倒退了数步，双手都在微微颤抖，表情充斥着难以置信的色彩。众人看到他的表现，顿时明白了，那里真有一块麒麟地。而昊天随意挑选一块烂地就说是风水宝地，还要了极高的价钱。联想到刚刚他那一副极度自负的嘴脸，顿时所有人都忍不住嗤笑了起来。而昊天眼珠子就像是拉了发条一样，不停地扫视着画面，想要找出破绽。突然他乖戾的哈哈大笑：“你错了，这个麒麟地也是死的，这是囚笼，麒麟根本出不来。哈哈哈，你输了。”